年魏家祥叫你政坛猫山王，对你是加分还是对你造成了困扰？Timbalan Menteri baru langsung. Saya ingat mana budak sekolah. 在新东党有没有好朋友？有吗？所以我很感谢我这个姐姐，她支持我最多。其实每个月都不够钱用。2027年，魏家祥9年的总会长任期届满之后，你会想要出来打吗？马华总会长先要过了。有人说，政治人物就是演员，在政治舞台上有妆、有台词、有立场，但卸下这一切之后，他其实也是有故事、有笑点、有温度的人。不聊政治，我们聊人生，聊生活，聊那些私底下不被看见的一面，从笑声到心声，让政治人物卸妆回人。政策很无聊，政治很难聊。Melody 不聊政事，你好，我是宝仪。那今天我们有马华总秘书大豆张胜文来陪我们一起吹水闲聊，欢迎大豆。你好，谢谢。大豆啊，不聊政事的核心节目概念呢，就是要了解在政治荧幕以外，私底下的政治人物他是怎么样的一面？你觉得政治上跟私底下的你个性落差大吗？我觉得非常大。哦，怎么大？从外面的回馈啦，一般人对我的印象就是很认真啊，不苟言笑，很凶，对，不会笑啊，脸很臭，对，私底下那个就是开怀大笑啊，就是一大班朋友聊得非常好啊。是的，我也是尝试从你的朋友圈去了解说，私底下的张胜文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共同形容词都说，哦，张胜文啊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然后我深感震惊，因为我在不管是你的文稿啦，你的 social media po 文啦，你的政治演讲啦，不曾感受过你的幽默所以在政治上你都是戴着面具去表演的吗？你谈正事的时候，你不可能乱七八糟嘛，对吧？除了幽默，张胜文身边的人会说，另外一组对他的形容词是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览群书，是个爱阅读的读书人。确定不对？确定不对啊？哪里？太夸张！没有，所以你是不懂天文还是不懂地理？只是喜欢看多一点这一些其他的，除了一般的正事以外，而且我喜欢分享，我喜欢看到什么，阅读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样的好的视频，这些故事我都喜欢跟我的朋友分享。让他们也看到，你们也看到了我跟你分享，所以可能他们觉得，哎，怎么你懂了那么多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可是你爱阅读吧？喜欢看书了，不能说你爱阅读。你的助理告诉我说，你的包包随时随地都会携带一本书，因为你只要有空就一定会翻书，是吗？我可以来个 spot check 吗？有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在看什么书？大家都看书的种类是？其实蛮多不一样的书我都看。最近我看到这本非常好，《The World for Sale》，就关于这种世界买卖，mineral、metal、粮食、油，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复杂，谁在控制这些事情？真正的富人掌控的是这些人类不可缺乏的资源，而且每一次的世界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瓦解，中国的崛起，都造就了好一大票中心洗牌、掌握资源的人。那你喜欢阅读的书的种类有哪些？很多啊，这种关于历史啊，关于趋势啊，关于文学啊，关于哲学啊，很多鬼怪的我也喜欢。冷门一点的呢？其实冷门就是哲学，很少人看哲学。玄学你看吗？玄学也看风水看吗？风水也看，黄帝内经也看，易经也看，经典的都有看。那就真的是很没有，这是都是皮毛，认识的都一点点好谦卑。好，开场我们认识了在不聊正是私底下一面的大豆张胜文，他是一个幽默的读书人。接下来2选1快问快答，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还能够发掘到大豆什么样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手机一定静音，或者24小时 on call。静音。旋律打动你，歌词打中你。歌词。日出日落。日落。当老大带头，当老幺撒娇。老大。靠运气翻身，靠读书翻身。读书。翻报纸，刷新闻。翻报纸。被媒体误解，不被媒体关注。不被媒体关注。被记者追问，被选民质问。被记者追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要。张念群、黄家和。黄家和。我们的2选1呀，选择完毕。旋律跟歌词，你更在乎歌词我常常有 post 歌词，因为我觉得那歌词写得好，
很重要，旋律当然能够配合最好了。但是如果旋律非常好，但是歌词写得很烂，比如说老鼠爱大米类似的，那个就虽然很好听的一首歌，它就没有那种味道。除了老鼠爱大米，你还有什么觉得歌词写得很烂的歌？其实蛮多，我就不要去得罪太多的歌迷。那写得很好的歌词的歌呢？当然我那个年代啊，我觉得我非常欣赏很多张国荣的歌啊，是啊，他的歌看你的 social media， 对你常常 po 哥哥張國榮，对，他啦，陈百强啦，所以他都常常听歌吗？常常听歌啊，我不能够静着的一定要开一些歌，跟朋友聊天，他们都知道，哎，开歌都是我负责开歌的。可是你的歌单都相对比较有年代感呢。对，你不听流行歌的？我很少。你说一首你觉得现在真的是不错的，深得你心的一首流行歌曲。现在比较近期流行的啦。真的没有小时候有抄歌词的习惯吗？有，放一个麻将纸白色的就在写歌词。那抄歌词有没有在小时候帮你的词汇量或者作文上面加分？的确学到很多东西，抄歌词也好，看当时 TVB 的那种录影带也好，你学会非常多的中文成语、古典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我觉得其实看电影、看电视也是非常重要的。靠运气翻身，靠读书翻身。刚刚大家都选择靠读书翻身你看，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大部分的家庭都不富有，像我们是割胶啦，还要卖报纸啦，家庭又大那谁有读到书，谁的机会去外面闯的机会，或者打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收入比较好的，他的几率会比较高。而且那个时候能够上大学的人其实真的不多，所以有机会进入大学，尤其政府大学，为父母省钱很重要。那个时代谁读了大学，大家都认定哇，出头了。有了这个能力，你去外面，你的竞争能力就比别人高。你刚刚说靠读书翻身，你不信靠运气可以翻身？运气掌控不了，有当然最好。我非常相信人的运气的。我刚刚有说你有阅读玄学类的书。对，我非常相信你可以努力，但是你如果命中没有，你就是没有。尤其是当官，我看过非常多人努力了一辈子，我也有很多我之前的前辈拍着我的肩膀，好胜文你还年轻，不要浪费时间在政治里面，好好去外面做生意也好，创业也好。你看我，他说你看我忙了一辈子什么也得不到。我也看过很多根本不用努力的，突然之间就上大位的。所以努力肯定要，但是那个运和那个命还是有影响。那你有看过自己有官运吗？我曾经当过啦。OK， 是有的。未来有没有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好，我们再看下去。好的，刚翻报纸跟刷新闻，大家都说翻报纸，你还是比较就是对翻报纸的情怀是比较深的，毕竟你的成长故事跟报纸是很有缘分的。我家里就是很小的一个书报社嘛，以前的报纸呢是从吉隆坡载到来芙蓉，那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开车去芙蓉，去每一个不同的摊位拿报纸，那个是需要很早起身的就3点多4点就要起身，6点之前要回到来。所以你当过派报员？派报员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份工啊？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份工，而且没有休息的，只有大年初一一天。现在更糟糕，现在报纸连大年初一都不休息，以前还有1天的休息时间。而且还要看天气，最怕的就是遇到下雨天，那拍不了报纸。怎么办？如果下雨的话，拍不了报纸怎么办？只有等雨停过再去了。然后会遇到很多野狗啦，拍错报纸啦，会丢烂那个报纸啦，丢到屋顶啦，各式各样的闪到完啦，比如说突然间那个塑料袋断掉，所以人家来 complain 啦，扣钱啦。除了派报员，他都也打过不少假期苦工，对吗？那个年代都需要比如你做过什么苦工？安装那个电线，就是在 construction site 电工算是吧，wiring 啦。那个是奠定我确定一定要读好书的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太辛苦了，我跟你讲，太晒到我要跳下来，我真的不能够顶那个大太阳。为什么你说做过这些苦工才会说奠定你一定要读好书？如果你没有好的教育，你的路就是这种派报员各教啦。我觉得我不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都刚刚说2个都要。对，因为我们知道你不只是爱读书的人，
你也是一个爱旅游的人，肯定谁不爱旅游？但是你旅游的方式还蛮小众冷门的耶。大豆，你在马来西亚去走一些乡镇之旅的时候，出行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你会选择搭公共交通你是不是试过搭巴士、搭火车去做一些乡镇之旅？你的 social media 的那个 profile picture还是放一个你坐在公共巴士上的照片？是，那个是我看了一本书启发的，我是跟着那本书的行程去跑，一模一样，就这种走公共巴士去看已经没落的小镇新村，他拍的照片非常好，去新村拍的那个窗口，那种窗花，很少人已经看到的。我告诉我的朋友，你再不去走，这些巴士就永远消失了。今天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这种还有 conductor 去给你查票，给你票根，这种还要按铃能够停下。你想想看，到了2000年的这个年代，还有一些地方还有。很想要让大豆来推荐一下一个你觉得不为人知、它不红的一个马来西亚小镇，但是你觉得此生必去、非常值得推荐的，会是什么地方？其实有太多了，一个。其实现在已经变成网红的地方了吧？其实就是黎明，去听一下老人家的故事，当年的采矿，当年的英国公司怎么没有赔钱，发生的灾难。当然你可以去很多什么瀑布啦，但是我觉得你单单去这个小镇吃它的灵灵面就已经是非常好的。2选1，快问快答，我就问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们来问他们想问的事，到底有哪些事呢？方胜文，我要问你2个问题。你没事，头发长得这么厚干什么？还有谁跟你洗头？Jawab, jangan tak jawab. OK, done. 很有戏 ，OK 福博士，你的发量在你的 brother 圈当中应该是引起公愤的吧？对，所以我们通常都不讨论头发。有一次他来我家聚会，我就戴这顶帽子，避免伤害他。他说你为什么戴帽子？我就脱掉帽子，我不好意思，我头发太长了，我就非常生气。你的头发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啦，这个也没有说，这个要我问我父母，生到我。你没有特别的养发秘诀或者生发秘诀啦？没有啦。小的时候是用肥皂洗头发，长大了才用这种什么 conditioner， 也很少用。就是，但是我头发是比较粗的啦。OK， 你不做一点 treatment 的话，那可能就是爆炸是，你除了发量在你的兄弟圈当中啦引起羡慕妒忌恨之外呢，你还有另外一个会惹人嫉妒的，就是你的长相。有些人他长得很着急耶，就是很快就有大叔感。可是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现在几岁了吗？要跨入52了。52岁，这个样子，好，大家自己来评断他的长相跟实际年龄是不是有落差。但是你还是保持这种少年感呢，这对政治上不好对，我就是想问。对，我们快要改变形象。我们当年看你当副教育部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已经42岁了耶。对。但是你看起来就好像 ，sorry 好像一个中学生在当副教育部长。有人质疑过你吗？长得好年轻第一天就被质疑了。怎么质疑？第一天我们在办公室过后呢，然后官员就说：“大家一起下去迎接部长要来了。”那我们就下去迎接部长。然后站在我旁边的那个是部门的秘书长安翠马蒂娜，非常有权威的一个秘书长。然后他望了我一下，他就问：“You 不是 You Timbalan Menteri Baru？” 是。Saya ingat mana budak sekolah。真的。对，那个时候是帮到忙的啦，不是帮忙。你的 baby face 这件事情是在政治上呢，人家总觉得你还不够稳重啊，你还年轻，或者说，你还那么年轻，你再等一下，让别人先去做，永远不是好事，反而是长得比较老，别人会觉得你比较有经验。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他们想问的是，大豆阿文，我想问你一下，平时你出文告你出 statement 的时候，我看每一个 statement 都给人家混到乱了啦，说你睡得着的嘛？睡不着你就不能从政我常常跟我的身边人说如果你觉得你受的委屈很大，或者是你被网暴很大，那你想想，你现在是Muhyiddin，或者 Anwar Ibrahim，或者Mahathir、Donald Trump， 更加糟糕，全世界的网暴，或者你说赖清德，甚至现在的新加坡总理，哪一个能够逃过今天网络的世界？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无论任何人，只要你上媒体，你就被骂。所以被批评、被谩骂，你不会睡不着。在政治上有什么东西会让你睡不着吗？还好，除非你都睡遇到得很好。对，其实我都睡得很好。除非有很多心烦的事情啊，不一定是政治的，可能更多是人事的问题。我觉得人事才是真正的令你心烦。就是没有那么烦，反而人事比较烦。下一道题我们来看。他们想问的是这个要做好心理准备，他可能会是一个惊喜。喂，我問你啊，你唔記得冇？嗰陣時啊，你睇個朋友啊，同嗰啲馬槍啊，去嗰啲鄉下啊，講嗰啲教育啊，然後宣傳啊，然後你就係每年就係嗰啲產業啊，巴士人馬啊，就要好喊喊到海都穿咯然後上嚟公司嘅時候同佢哋講，然後之前佢哋看到我都好心痛啊，你知道嗎？你想問你啊，你就該當時很堅持要行哪一條路呢？三姐問了一道走心題，還記得這段故事嗎？所以我很感謝我這個姐姐，她支持我最多。是，怎麼支持？很多啦，生活上啦，其實每個月都不夠錢用。OK， 只能這樣子說吧。當你熱愛一件事情的時候，這個就是你很想做的事情。它不是跟賺錢沒有賺錢，因為我一直相信說教育能夠改變人嘛。而且我看過非常多，我們做升學輔導的時候，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孩子，就是要所謂追想自己的夢想，完全不考慮家裡的情況，不考慮父母的辛苦。比如說我遇過一個，他就是要當飛機師，幾十萬，要父母去借，來問我們在哪裡可以借。我當場其實就收了這個孩子。有一些孩子呢，他的夢想是出國留學，可是誰的夢想不想出國留學？所以我看過太多父母為了完成孩子所謂的夢想，傾家蕩產去賣東西，借錢，一屁股債，真的沒有必要。所以因為我當時為什麼能夠這樣子去做呢？我覺得純粹是我自己的經歷。你做了什麼樣的宣導？非常強調 Form 6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平台。但是當然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就覺得說浪費時間啦，如果進不到 Matrix 我就去外面讀書了。我說都可以，只要你家裡準備好這個錢，那你馬上去英國也可以。但是如果沒有，你就跟我好好的去走這條路。我自己的堂哥的女兒也是考完 SPM 拿不到 Matrix， 但是她的夢想是要念醫科，後來找我去媽媽檔聊天，我就跟她說，你既然能夠考得那麼好的 SPM，STPM 努力下去一定能夠拿到的。結果聽我說，她去考 STPM 拿到 4 flat， 進了馬大做醫科。當然我說你們去看那種，我不要說那些 college 的名字了照片非常好啊，哇，在草地上啦，哇，那個後又多美啦。我說當然啦，人家學費多少錢，對嗎？我說你們這些去跟人家一起上課，但他吃飯錢你都給不起，不要說人家用的是 iPhone 啊，然後你看到人家用的 iPad 啦，然後你自己什麼都沒有，為什麼要去攀比？好的，他們想問的是，我們聽過Dato的姐姐問了一道走心題之後呢，接下來敢不敢答就比較辛辣一點點了。這個題目我們讓Dato來籌錢。在行動黨有沒有好朋友？有嗎？在行動黨有好朋友嗎？我認識所謂最好的啦，所謂啦，前面還要加，就是劉振東。劉振東是我們同期的，我在念 UKM 的時候，他是念這個新紀元，我們還一起辦了一個活動，當時候是印尼排華，我們一起辦了一個點蠟燭的靜坐。所以你在行動黨的所謂好朋友是劉振東？對，我所謂認識的就是同期啦，其實所以現在還會有交流有合作嗎？很少了。其實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行動黨跟馬華的人在政治以外私底下兩黨的人可以做朋友的嗎？可以啊，為什麼不可以？這樣你有嗎？你有行動黨的朋友嗎？好像我昨天在馬會就跟一個行動黨的人一起吃飯了。還是有，但是很少。對，為什麼？沒有什麼機會吧。在政壇上有一個現象，就是行動黨的人
可能可以跟巫统的领袖做朋友，有私交。马华的人可能可以跟伊斯兰党的领袖有私交，但是马华跟行动党的领袖就是很难有私交，为什么啊？真的，我觉得那个当初啊，我们觉得行动党对于我们的污蔑太严重，我觉得那个伤害对整个党的伤害真的是很深，真的不容易解掉。那如果说你们私底下就是互相见到面的话呢，你们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打招呼一样啊，一般啊。Hai bye lah. Hai bye 啊，对。lawan tetap lawan, kawan masih kawan. Boleh.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那不是选一道吗？是要打完全部吗？没有啦，最后一道了，来。政坛猫山王会重返猫山王之乡吗？当年魏家祥在2017年的时候要大力推荐你的时候，他说你是政坛猫山王。然后后来上一届大选，你就去了猫山王之乡，然后打了一场选战。所以回答问题，作为一个曾经在那边竞选，我现在还是常常有回去的。所以当然今天的政局真的很难说。但是如果一切没有改变，那个也是我的首选。当年魏家祥叫你政坛猫山王，对你是加分还是对你造成了困扰？好奇。后来当然就是变成困扰了。当然我要感谢他的这个提拔，但是这种放名字他就永远会 stick 在你的。你有没有跟他抱怨过？没有，这政治就算不是这个名字，这些政敌啊也会把你放另外一个名字。那是很普通的事情。那到你的政治生涯当中啦，目前为止你只出战过2届选举，对，2届选举都败北，会输到怕吗？下届还会再战吗？会战，会怕吗？总秘书不可能不打，而且选举嘛，不是赢就是输了。如果你说输了1-2次就怕，那你就说你只是想赢，那不可能的。如果你觉得失败就退下来，那个你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是讲到失败就退下来，我们接着下来很顺的要进入人生这道题。因为在509失败之后，你真的曾经短暂的退下来1年，淡出政坛1年，对不对？其实不是1年，9个月。好，9个月，非常严谨。因为有很多人呢攻击我的人呢，说党最糟糕的时候你逃掉了。后来党成为政府了，你又回来当官，这些人就是没有看时间表，或者是特意要批评我，或者是要破坏我，或者他真的不知道，他真的误会了。我离开的时候当然是2018年为什么离开党选，其实我是因为我们做到2018年的年底才党选，我是没有参加党选。当然我没有参加党选有理由，但这个理由不能够公开，那是我非常非常私人的理由。当时的马华是最糟糕的时候，2018年，但是我是大概9月份就回来做总秘书，就离开大概9个月，在私人界待了9个月。所以当时候离开政坛，或者说也不竞选党职，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是要沉淀吗？或者说那9个月你离开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做了巴士啊，去散心，去旅游，当然也有，去从事的一些商业上的东西，去疗伤，也可能。509的创伤对你来说大吗？大。怎么说？有一些声音觉得你不应该再回来了，应该退下来了，让别人上来了，什么等等的。可能当时我也自责，是不是我也造成了这个马华甚至国政的倒台？现在回想起来，你太看得起自己了。重点是我再回来的时候，马华还是反对党。我回来2个月后呢，就进入单中 BI 补选，那是我第1场下去处理的选战。然后2-3个月后，政府就倒台了，然后这个马哈迪辞职，我们就回来做政府。所以这9个月如果说是一个分水岭啦，那让你再回头看看当年的马青总团长的张胜文，跟9个月之后回来的马华总秘书张胜文，你觉得还是同样一个张胜文吗？还是已经蜕变的张胜文又怎么不一样？不是那个当年的张胜文。为什么不是？我跟我身边的很多人讲过，我已经没有当年马兴总团长的那团火。我做马华总秘书的时候才45岁，为什么没有火了？
不知道，没有火回来干嘛？没有马竞总团长那种，可能也是18年的那个创伤，没有那么冲了，对吧？没有了。所以其实我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想法概念，但是你知道不容易，这么大的一个党，这么多年的一个老牌政党，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改变了很多了。你提出了很多想要改革的一些方向跟想法。那接下来想问，2027年魏家祥9年的总会长任期届满之后，你会想要出来打吗？马华总会长先要过了大选，还要看大选的成绩如何，去参选总会长的那个门票。对，那个门票比较重要。当然很多人说这个不一定了哈，这个年代不一样了，可能整个政治格局不一样了，你不要这样纠结，一定要成为国务院才去竞选马华总会长。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一个党的党魁如果没有这个人民的支持，你很难发表。所以会不会打马华总会长的话，就要看下届大选有没有先得到人民的委托。对。好，我们还不知道大多的政治人生路接下来还会怎么走，不过我们希望大多可以继续走在自己相信的路上。 Melody 不聊正事，我们非常感谢马华总秘书大多张胜文上来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好，谢谢，拜拜。因为你永远就是看起来都是很整齐干净，你有邋遢的时候的嘛？很少。有一个秘密的就是，我基本上是不会超过2个星期，我就会去剪头发了。做我的生意呢，最好赚的就是剪头发。哈迪还是马哈迪？两个都不能，一定要选一个。宁愿选一个就选